这里是一禅意故事，加入我们，透过点赞与关注，分享我们的平台佛教智慧、古韵佛学与当代禅意交融的空间，探索更多宁静心灵的篇章，澄净心灵，为您的日常旅程洒下智慧之光。在佛教密宗的浩瀚海洋里，有一部经堪称核心中的核心，它的名字就叫《金刚顶经》。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悬，但意思其实很有力量。什么叫金刚？金刚是最坚固的东西，是摧不毁、砸不烂、刀枪不入的象征。再看顶这个字，它不仅是头顶的顶，也是巅峰、最高成就的意思。合起来，金刚顶就是形容一种不可摧毁的最高智慧与觉悟状态。换句话说，这部经是在讲怎样用最无上的智慧达到最彻底的解脱。我们现在熟知的《金刚经》强调的是无我、空性、破相，而《金刚顶经》则像是一座通向佛国的大型修行图谱。它不仅讲道理，更着重方法，是一部真正的实践宝典。这部经开篇就是气势磅礴，场景设在佛陀住世之时，讲的是他在摩诃势力山，也就是灵鹫山的密林之中，为诸大菩萨和一切天人宣说最深密的佛法。这里不是普通说法的场合，而是进入密教领域的正式场面。密不是神秘兮兮，也不是非得遮遮掩掩，而是因机而说，意思是佛陀要根据每一个众生的根性、成熟程度，传授不同层次的法门。到了这一阶段，已经不是初学者能轻易涉足的地方了。那说到这，《金刚顶经》到底在讲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它讲的是一乘秘密最上乘，也就是密教中最核心的修行次第和证悟路径。这里的秘密指的不是藏着掖着的秘密，而是众生不容易理解，必须亲证才能明白的如来藏妙智。经中核心是一个伟大的实践系统，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五部曼荼罗的根源。金刚部、莲花部、宝部、业部、佛部各自代表不同的智慧、修行方法与觉悟境界。打个比方，如果说众生成佛的过程像是一场宏大的旅程，金刚顶经就是地图，它告诉你起点在哪里，沿路有什么障碍，每一个阶段该怎么修，最终怎么抵达佛果。而这部经的一个巨大亮点是它提出了极深成佛的可能。换句话说，不是等死了以后才去极乐世界，不是无数劫之后才修到圆满，而是就在今生，就在这一具身体之中，你可以觉悟。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疯狂？但这正是密宗与显宗最不同的地方。显宗讲次第渐修，一步步积德、持戒、观空，像攀登高山。而密宗，尤其是《金刚顶经》，讲的是捷径，在你具备一定基础之后，借助观想、持咒、灌顶、瑜伽等修法，迅速切入觉悟之境。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，你是否曾经有过某一刻突然顿悟？比如在一场生离死别之后，突然明白人生无常，或者在深夜看星空，突然感觉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。这一刹那虽然短暂，但那就是心性裸露的瞬间。而《金刚顶经》的修法，就是在训练你把这种短暂的顿悟时刻稳定下来，延展成一种觉知状态，乃至最后完全转化为佛的智慧。其中最核心的修行方法之一就是瑜伽。这不是健身房里的哈塔瑜伽，而是密宗的内观合一之法，包括身口意的彻底转化。身是指仪轨、手印、坐姿等身形的规矩，口是持咒、诵经的声音力量，意是观想本尊、明观法界的智慧。三者合一，叫做三密相应。你不是在磨旁浮，而是在用你的身体、语言、心念，真正进入佛的智慧领域，和佛同步。而这一切的前提，就是要透过灌顶。《金刚顶经》中讲的灌顶，是你接受智慧支流的仪式，它不是象征性的，而是你真正发愿进入佛的教法支流，愿意承接佛的智慧，用佛的标准要求自己。灌顶之后，修行才算真正开始。接下来就是根据五方佛的系统逐步修习，从金刚萨埵那里学清净与忏悔，从阿弥陀佛那里学慈悲与愿力，
从宝生佛那里学福德与圆融，从不空成就佛那里学智慧之用，从毗卢遮那佛那里体悟法界体性。这个体系之细致，就像一个完整的学程，从入门、修正、开悟到圆满，步步深入，但每一步都紧扣极深成佛这个目标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，这听上去太高深了，我一个普通人能修吗？其实金刚顶经的精髓在于，它并不是为了神秘修行人准备的，而是针对一切有信心和愿心的众生。哪怕你现在还烦恼缠身，只要你真心想解脱，它就给你一条路，而且是捷径。它告诉我们，佛性不是未来的目标，而是当下可以启用的资源。你不需要变成另一个人才能觉悟，而是从你现在的烦恼中，从你每一次的起心动念中提取出觉知的力量。这就像是在说，你不需要放下世界，而是要从世界中醒来。到了经文的后半段，更是铺展开一个壮阔无比的曼陀罗世界，本尊、眷属、坛城、手印、种子字、轮身观想、莲花心轮，每一层都在告诉你，觉悟不是抽象的空谈，而是一种极其细腻、极其智慧的构建觉醒宇宙的过程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内心深处有一个佛陀正在呼唤你，而你所有的修行都是一步步接近这个本来之我。这就是《金刚顶经》最震撼人心的地方。它不只是一本经，它是一整套觉悟的作业系统，不是用来膜拜的，而是用来执行的。只要你愿意，哪怕你此刻仍在凡尘之中，也可以启动这套系统，觉醒自心的金刚顶。就像经中所说，一切如来以法界为身，以众生心为处。换句话说，你在哪里，佛就在哪里。你心清净一分，佛光就显现一分。你肯发愿，肯修行，这一身就是佛身，这一生就是觉醒之路。我们接着说，当你观想心中的坛城、佛像、咒轮稳定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密教中最核心的一步，入我我入。这一句话听上去像是玄之又玄，其实背后是非常具体、非常重要的一种身心转化的修法。简单来说，入我我入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我与佛合一，但这个合一可不是嘴上说说，而是要在观想中真实建立起佛已进入我身，我也进入佛心的双向感应。这一步是密宗中最深刻的瑜伽，也就是相应。比如你观想本尊从虚空中现前，一道光从他心间放出，照入你眉心，整个身心被慈悲的力量灌顶充满，然后你再观想自己从顶门升起一朵莲花，化作一道光飞入本尊的心间，最终两者合为一体。那种感觉就像一滴水回归大海，又像一缕烟升入天空，彻底没有分别。这一刻你不再是你，而是佛。你的愤怒变成金刚之怒，你的欲望变成大悲菩提心的动力，你的恐惧变成无畏的智慧。这才是密宗真正的核心所在，把一切烦恼、情绪、欲念都炼化，转为菩提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要问了，这种观想的作用到底在哪？不就是脑子里想象吗？别急，我们来看看心理学怎么说。现代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，叫投射性认同 （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）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当你不断想象自己是一种状态，比如自信、慈悲、强大，时间一久，大脑神经系统就会重塑，你真的会开始以这种状态来行事。换句话说，你相信什么，你就会活成什么样。这和密宗的观想修法异曲同工。你一边念咒，一边观想自己就是佛，久而久之，大脑和神经就会接受这种新身份。你的行为、气场、气质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变。你不是在装佛，你是在成佛。这听起来神奇，其实一点也不玄乎。我们举个更接地气的例子，有个真实的案例，有位企业家，事业做得很大，但内心长期焦虑，总觉得自己控制不了一切，甚至开始失眠、暴躁。他后来接触到密宗，每天早上修金刚萨埵忏悔法，观想金刚萨埵住在自己头顶，一道白光从顶门流入全身，然后再念百字明，
坚持半年后，他说：“我心里像有座山，稳了，怒火不见了，决策也更清明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他用佛的形象在修复自己的心理系统，他把焦虑的自我换成了庄严稳定的佛性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心理学与灵修的交汇点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说说《金刚顶经》中最被低估却又极其关键的一步——成就之法中的持名修持。持名又称咒语之道。什么是名？是音，是声，是频率，是宇宙的密码。每一个咒语其实就是佛的心声，以声音形式流传下来。密教认为，光靠观想和意念还不够，还需要声音的震动来开启更深的能量场。就像音乐会触动我们的情绪一样，咒语的震动会启用我们内在潜藏的佛种子。比如俺妈那巴密欧，这6字真言不仅仅是慈悲的象征，它还有具体对应的6道、6情绪、6烦恼。念得深，念得久，不光改变你的心境，还能改变你身体的气脉。很多修行者在念咒的过程中，身体会自动调整坐姿，呼吸节律发生变化，甚至情绪释放，眼泪流出。这些都是密咒在震动你身心深层结构。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一位年轻的抑郁症患者，长期服药却始终走不出阴霾。他偶然跟随一位上师学修《金刚顶经》的佛眼大咒。起初他只是机械念诵，但坚持3个月后，他发现自己心情开始稳定，甚至开始主动外出社交。他说，每当我念咒，我就觉得佛眼在注视我，那不是审判，是包容。这就是持名的力量。咒语不是用来讨好神灵的，是用来唤醒你内在本来如此的佛性。那声音不是向外求，是向内唤。说到这，可能有人要问，那这整部《金刚顶经》的修行路线到底怎么走？能不能列个清晰的修法地图？当然可以。我们下面就来系统总结一下。那么，我们不妨接着问一句，既然身语意3业都可以转为菩提，那么它们具体是怎么被转化的？在《金刚顶经》中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，而是有极其详细的实践路径。它不像我们平常想象的那种闭着眼念几声咒就能成佛。不，金刚乘的修行是极其精准而深刻的。首先是身业的转化。我们这一具色身原本是由贪爱与业力所构成的5蕴幻象，但《金刚顶经》中却告诉我们，正是这幻象本身也可以成为佛的报身与化身。怎么转？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观想与结印。在密宗的坛城中，我们常看到佛菩萨双手接着种种不同的手印，比如金刚合掌印、智权印、施无畏印等等。这不是装饰品，而是深密修法的根本。透过结印配合内观的力量，我们的手，这个原本抓取世间贪欲的工具，开始转化为法的象征。比如说，当我们接智权印的时候，代表着破除我执，显现智慧。长期修持下来，你的身体就不再是烦恼的工具，而是成佛的工具。你有没有试过，当你心烦气躁的时候，仅仅是双手合掌，闭上眼，深呼吸3次，那一瞬间，是不是整个身体就安静下来了？这其实就是身印的最初功效，它让你回到当下，把身心聚焦于一处，开启内在的能量之门。再来看语业的转化，这个部分《金刚顶经》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持咒。你可能听过嗡嘛呢巴密欧这种6字大明咒，或者《金刚顶经》中特别重要的金刚萨埵百字明。这些咒语乍听之下像是一串奇怪的音节，但它们其实是一种音波形式的佛智。佛陀在经中讲得很明白，这些咒语并不是凡夫创作的，而是诸佛从定中流出的本然音声。当你持诵这些咒语的时候，实际上是让你的语言之业跟佛的智慧波长产生共振。就像调音一样，我们的语言原本可能是抱怨，是诅咒，是怨恨，但透过咒语，这些低频能量被替换为高频的梵音，你的喉轮开始净化，说出的话不再是制造烦恼的刀剑，而变成了柔和、清凉、治愈的甘露。而持咒最大的奥秘在于持续。
你看，一滴水看似渺小，但如果滴在同一处石头上，日久天长，它也能穿石。我们内心的烦恼也一样，不可能靠一次觉悟就全部断尽，但每天早晚持咒3遍，哪怕只是1分钟，就像在你心灵深处滴下了一滴佛的清泉。慢慢的，那些烦恼的岩层就会被滴穿，露出清净的本性。接下来是意业的转化，这部分是最难也是最核心的。金刚顶经中说，所有佛果的成就最终还是要靠心的转化。你可以持咒结印，但如果内心仍然贪嗔痴不除，那这些只是外表的功夫。真正的密乘修行是要由静入心，由心显佛。这里经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方法，本尊观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在修法的时候，不是你在观佛，而是你就是佛。你把自己观成观音，或者观成金刚萨埵，乃至文殊、弥勒，你不是幻想自己变成神，而是要打破我是凡夫的错觉，从内心直接显现我即佛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吓一跳，说这不是妄想吗？可《金刚顶经》说得很清楚，我们众生的本性本来就与诸佛无二，只是被无明遮蔽而已。你用观想的方法，是要唤醒内在早已存在的佛性。你可以想象，一个孩子小时候一直被灌输你不行，你就是个笨蛋，你永远不会成功，他长大后是不是就真的相信自己注定失败？但如果有一天他被一位智者点醒，说你拥有伟大的潜能，只要你相信并持续练习，你会成为奇迹，那孩子就会开始觉醒。本尊观就是这样一种点醒术，透过反复观想自己为佛，与佛无别，我们的内心开始变得坚定有力，不再自我贬低，不再沉溺轮回的角色。当你在念诵咒语的时候，不再是我在祈求佛加持，而是我即是正在加持万物的佛。你是不是能感受到那种力量从内而外升起的感觉？这一切加起来，就是身语意三密的转化过程。当然，金刚顶经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环节，那就是坛城与灌顶。坛城是什么？它不只是供桌上画的曼陀罗图，而是一种法界结构图。就像你开启电脑，有一个作业系统，有桌面、资料夹、应用程式，坛城就是觉醒系统的全息界面，而灌顶则是进入这个系统的启用密码。你不能光靠自学使用秘法，你需要上师为你开机，为你注入传承。经中说得非常明确，未得灌顶，不得观本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透过正确的灌顶就去乱观本尊，不但得不到好处，反而会走火入魔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这些咒语、观想、手印，它们不是普通的宗教形式，而是精神界的程式码。你必须由合格上师以金钥开启，并且指导你在修行中不断调整、深化，否则就好比一个人拿着电锯乱挥，危险不危险？非常危险。所以《金刚顶经》也特别强调师资的重要性。佛陀在经中反复说，若无善知识，莫入金刚城。善知识不只是懂得教理的老师，更是已经在密法实修中亲证过境界的人。他能引导你从迷雾中穿越，走到真正觉醒的光明彼岸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修行金刚顶经的最终成果是什么？是天眼通？是能飞天入地？都不是。金刚顶经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成佛。而这个佛不是躲在深山脱离人群的苦行者，而是极身成佛的觉者。在你这具凡夫的肉身之中，在你这颗起心动念皆凡的心中，就能显现圆满的智慧、慈悲与解脱。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成佛4步法吗？现佛、入坛、受灌、极身成佛。其实这4步说的是一种一时的跃迁，你从一个自认为只是普通人的状态，跳跃到我与佛无别的状态，这就是极身成佛的奥义。不是未来，不是来世，就在当下此刻。所以金刚顶经才会被称为诸佛之母，因为它是一切如来从自性中诞生的金钥宝典。你可能会想，
这些修行真的适合我吗？我没有出家，我还在俗世生活中打拼，我也没接触过密宗，我该如何开始？答案其实经中也讲得很清楚，只要你愿意转化身口意，只要你愿意在生活中加入哪怕一丁点觉知，你就已经在走向密乘之路。你今天早上对家人说了一句温暖的话语，这是与密。你坐下来安静几分钟，深呼吸，借个简单的手印，这是深密。你在心中升起一念慈悲，哪怕面对的是令你烦恼的人，这是意密。每一个当下都是进入坛城的门。真正的金刚顶经修行者不一定坐在山洞中，他们也可能就在你身边。那位在公司里带着微笑做事，在生活中愿意多体谅一点的普通人，他也许正在极深成佛。这才是金刚顶经最伟大的启示。佛并不在天上，也不在未来，而是在你此刻愿意回头关照的心里。所以说，修行金刚顶经并不是要你离开这个世界，而是要你以新的眼光重新看待你正在经历的一切。你早上挤地铁的时候，那种对身边人的不耐烦，能不能转个念，想一想，他们也许也在承受生活的压力。这一念慈悲就是意密的开启。你面对生活的不顺，工作上的疲惫，是继续抱怨，还是深吸一口气，把今天当作修行的一环？这一口呼吸就是深密的用法。你在心烦意乱时，闭上眼，默念一声嗡嘛呢巴咪欧或者嗡班杂萨朵欧，那是佛陀留给你的清净咒语，不用别人听懂，只要你自己用心，就是与密的光明启动。佛法从来不是远离尘世的幻想，而是点燃黑夜的那一盏灯。在金刚顶经里，佛陀不是要我们逃避生活，而是要我们在生活中成就佛果。不是未来成佛，不是彼岸得度，而是现在此地此身即身成佛。你可能是个上班族，每天朝9晚5，也可能是个家庭主妇，操持3餐洗衣带娃，甚至可能是个负债累累心情郁结的人，但这并不妨碍你修行金刚顶经的精神。你可以边走路边默念咒语，你可以洗碗的时候观想自己是在供养十方诸佛，你可以在发火前停一下，问自己，我此刻的言语是在制造业障，还是在转化因果？这些就是密法的真实落地，就是最平实的坦诚。我们常常以为开悟是一道光从天而降，是雷霆万钧的顿悟，其实它也可能是你深夜独自坐在窗前，突然一念安静，感觉万物如幻，心中泛起一滴柔软，那一滴或许就是佛性的回音。修持金刚顶经的人最终会明白，佛并不是一种身份，而是一种状态，一种觉醒的状态，一种慈悲的状态，一种自在的状态。那你呢？是否愿意让这一生不再只是疲惫与追逐，不再只是轮回与苦厄，而是成为一次真正的觉醒之旅？哪怕只是从今天开始，哪怕只是念一句咒语，做一个观想，升起一念柔软，你也已经踏上了这条路。别怕自己来不及，也别以为你不够资格。你要相信，佛陀在金刚顶经中早就为你铺好了路，你所要做的就是踏出这一步，觉知这一念，你就是佛。这里是一禅意故事，加入我们，透过点赞与关注，分享我们的平台，佛教智慧、古韵佛学与当代禅意交融的空间，探索更多宁静心灵的篇章，澄净心灵，为您的日常旅程洒下智慧之光。